当我得知伊莱斯连夜给他的小助理送感冒药，却对我被困在故障电梯里，幽闭恐惧症发作视若无睹时，我提出了离婚。伊莱斯看都没看就签了字，嘴角甚至挂着一丝得意的笑。我听见他对朋友说，闹点小脾气而已，他爸妈都没了，无依无靠的，能离得了我才怪。再说，他抿了口酒，不是有30天冷静期吗？等他后悔了，我大度点，原谅他这次闹，他还不是得乖乖回来。第二天，他就发了他和助理派破穿情侣毛衣的照片，配文是想捕捉每一个你害羞的甜笑。我开始倒数计时，然后我平静地有条不紊地收拾东西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罗伯特叔叔，能帮我订一张去纽约的机票吗？太好了，奥黛丽，这么多年，你终于愿意回家了。电话那头，叔叔的声音明亮，充满了由衷的喜悦。刚挂断，卧室门就开了。伊莱斯走进来，带来一阵甜腻、陌生的廉价香水味，熏得人头疼。刚跟谁打电话？他问，语气漫不经心，眼睛粘在手机屏幕上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没等我回答，他电话响了。派破那甜的发酷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索恩先生，太谢谢您那天给我送药了，要不是您，我肯定病得更重了。没有您我可怎么办呀？伊莱斯飞快地瞥了我一眼，心虚地调低了音量。我抿紧嘴唇，只觉得疲惫。反正都要离婚了，还说什么呢？我继续默默收拾东西，热牛奶。伊莱斯结束了腻味的通话，坐到沙发上翻看《华尔街日报》。他习惯性地去拿我平时放养生茶的陶瓷杯，却摸了个空。他终于抬头看我，脸色沉了下来。是，那天电梯故障我没去接你。他声音平板，但派破那个学医的表弟说了，幽闭恐惧症就是焦虑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奥黛丽，别小题大做。再说了，他把报纸扔到一边，你提了离婚，我也同意了。至于天天在家里摆个脸色吗？那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很晚，电梯骤停，灯光熄灭时，手机快没电了。熟悉的、令人窒息的恐慌感瞬间攫住了我。我颤抖着手，勉强打通了伊莱斯的电话。他的回复是：你自己不能想办法吗？我很忙。然后我的手机彻底关机，我也失去了意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晚上他给他助理派破放了几天假，因为他忙着给他送感冒药去了。所以我提出了离婚。放心，我头也不抬，等手续办完，你就不用天天对着我这张脸了。我手上没停，我以为他会松口气，没想到伊莱斯的声音陡然拔高，你最好别后悔，奥黛丽。看我依旧只顾收拾，他摔门而去。我累得不想去分辨他话里的情绪。收拾完，喝完牛奶，又冲了个长长的热水澡，才躺下。床头柜上，伊莱斯的短信嗡嗡震动，喝多了，来接我。带瓶运动饮料。我不想动。第二条紧接着进来，证还没领。你还得履行妻子的义务。疲惫的，我还是起身，拿了东西开车出门。会所门口，厚重红木门内，伊莱斯和派破的嬉笑声清晰地传出来，刺耳得很。想起提离婚那晚，他喝醉，他朋友问，伊莱斯，你真让奥黛丽走啊？他不屑地嗤笑，耍小性子罢了。他爸妈都没了，无依无靠的，能离得了我才怪。30天冷静期，奥黛丽要是反悔，我大度点，他就得乖乖回家。他觉得我是孤儿，是我的依赖，却从没想过这是他要加倍珍惜的理由。我推门进去，伊莱斯抬头，是真的惊讶，随即皱起眉头，语气不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跟踪我？我举起手机，你发短信叫我来的。派破撅着嘴，扯了扯他衣袖，索恩先生，人家就是开玩笑说让奥黛丽送个饮料吗？您不会生我气吧？伊莱斯紧锁的眉头立刻松开了。奇怪的是，我心中竟然毫无波澜，没有因派破的挑衅或伊莱斯的偏袒升起半分熟悉的愤怒。我只是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伊莱斯竟难得地解释了一句，奥黛丽，派破只是来应酬的，没别的。
我打断他，把手里的运动饮料递了过去。他喝了酒不能开车，安顿派迫上了出租，才跟我一起走。我们的车停在马路对面，我正要过马路，伊莱斯突然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，用力把我拉回来。我才看到一辆车几乎擦着我飞驰而过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可能已经被撞了。看着点路，他语气带着责备，还有一丝后怕的紧绷。他没松手，紧紧握着我的手。恍惚间，我想起从前每次过马路，他的手总会这样牵住我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久到这触碰都显得陌生而怪异。过了马路，我轻轻把手抽了回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准备去上班，伊莱斯提出送我。我送你。昨晚为了他的事折腾到很晚，坐地铁会迟到，我没推辞。但当我拉开副驾车门，那股熟悉的甜腻香水味再次袭来。座椅上是亮粉色的坐垫，窗边还塞着一个毛绒 Hello Kitty 抱枕。仪表盘上贴着一小张闪亮的贴纸，派迫专座，请勿抢占。伊莱斯，一个以严苛、强迫症般的整洁和秩序闻名的男人，一个因自律严谨在业内获奖的男人，竟然允许这种幼稚的东西充斥他的车。简直荒谬！他脸上掠过一丝不自在，很快解释道：“派迫就是个小孩子，奥黛丽，你别多想。一个能一起拍情侣照的小孩子。”我没说出口。离婚申请递交的第二天，他就发了那些照片，配文是想捕捉每一个你害羞的甜笑。不管是为了惩罚我的离开，还是别的什么，他的心早就走了，我只是后知后觉。我绕到车后座，我坐后面。你没吃早餐？或许是察觉到气氛尴尬，伊莱斯递给我一小瓶冰牛奶。我抬眼，中控储物格里塞着一个透明的零食盒，里面满满当当装着各种饼干、果干、布丁杯。我记得他有严重的洁癖，铁律之一就是车里绝对不许吃东西。很多年前，我曾在车上突发低血糖，脸色惨白，眼前发黑。我虚弱地求他让我喝一口剩了一半的咖啡，他都没允许。现在，派迫却拥有了专属零食柜和他的纵容。爱与不爱，从来泾渭分明。我摇摇头，没接那瓶牛奶，转头看向车窗外流动的车河。很快就到了，我匆忙赶到工位。按理说，婚都要离了，我该辞职。但手里还攥着2个大项目，职业责任感让我想先做完。埋头苦干一上午，又到下午，睡眠不足让人昏沉，我伸手拿杯子想去冲咖啡。这时，外卖员送来一大堆冰拿铁和红丝绒迷你蛋糕，同事们立刻欢呼起来。老板请喝下午茶，大气。得了吧，是因为派迫减肥，老板心疼他，给他买点心，顺带捎上我们罢了。等等，索恩先生不是和奥黛丽结婚了吗？小声点，奥黛丽就在那呢。奥黛丽，我们开玩笑的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我看着那些东西，每一杯咖啡都是特定的冰拿铁，每一块蛋糕都是红丝绒，全是他喜欢的。他心疼派迫减肥，于是请了全公司，真是爱的证明。而我偏偏对那种拿铁里的糖浆过敏，也讨厌红丝绒蛋糕。我想起伊莱斯追求我的时候，也曾如此大张旗鼓。他担心我不吃饭，就找借口留我加班，然后顺便一起吃晚餐。有一次我病了还硬撑，他偷偷把我的药藏在小巧克力塔里，哄我吃下去，看我皱着脸惊讶的样子。那段感情也曾让沉闷的办公室熠熠生辉。现在所有的热情和心意都转移了，我来不及多想，项目复杂，熬了几个通宵才做到现在。今晚恐怕又得加班了。外面的天色完全黑透，直到伊莱斯站在我桌边开口，我才发现他。奥黛丽还在忙？我不知他有何贵干。索恩先生，有事？他被我这公事公办的称呼噎了一下，但没理会，直接切入正题。这个项目，我觉得可以转交给派迫负责。我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，这句话还是像一记闷棍。派迫最近承受的流言太多了。
这个项目如果能记在他名下，能堵住那些质疑他能力的人的嘴。他知道我为这个案子付出多少，熬过的夜，开过的马拉松会议，耗尽的精力。现在他却轻描淡写地让我让出去，只为维护他的名声。每一个字都在保护派珀免受流言伤害，丝毫没考虑这对我有多么不公。我笑了，干涩，毫无笑意。这讽刺几乎令人窒息。好啊，我说，给他，让他明天来找我交接。够了，我对公司已经尽责。过了明天，我就可以辞职，那些麻烦的后续就让他去应付吧。伊莱斯显然没料到我答应的这么爽快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丝绒盒子，你不是一直想要这个牌子的项链吗？最近是我不对，女孩子都喜欢漂亮东西，以后慢慢补偿你。是我喜欢的牌子，几个月前提过一次，但在我最想要的时候没给，现在送上来，只觉讽刺。我不喜欢打一巴掌再给颗甜枣的模式。我一答应交接项目，伊莱斯的声音明显和缓了。他把他的高定西装外套披在我肩上，别闹了。那天是我不对，这周我们去把离婚申请撤了。你不是想去内帕谷吗？我带你去。我沉默着。伊莱斯把我的安静当成了默许，继续絮叨着他的计划。回家的车上，我刷了下社交软件，派珀1小时前发了动态，同一个珠宝品牌，同一个盒子，但他的项链是昂贵的限量款，我这条是购买时附赠的礼品，多可悲！他知道我喜欢什么，却连挑一件独属于我的都懒得费神。明天是冷静期最后一天，过了明天，我和伊莱斯就彻底结束了。我站在阳台上，给我那方小小的香草园浇水，中指上的婚戒突然滑落，叮当一声滚过栏杆，掉了下去。我下意识探身去看。你干什么？伊莱斯的怒吼响起，他一把攥住我的胳膊，猛地将我拽了回来。你疯了？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？他眼睛瞪大，里面是真切的恐惧和担忧。原来他还是在乎我的。我的戒指掉了，我喃喃。那是多年前他亲自参与设计，亲手帮我戴上的。我爱这份心意，所以一直戴着，才会这样冒失的去找。伊莱斯重重呼出一口气，不就是个戒指吗？奥黛丽，我再给你买个新的。别拿命开玩笑，不就是个戒指。我瞥向他的中指，那里空荡荡的，他早就摘了。明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，他声音软下来，我来接你，我们一起过。多久没好好过纪念日了？我沉默了片刻，就当是给这场婚姻一个安静的句点吧。第二天，我们的纪念日，我坐在市中心那家预约好的高档餐厅，等了又等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他却始终没出现。我拿起手机想给他发信息，真不来也该说一声，何必让我白等？电话拨了几遍，无人接听。我再次解锁手机，看到公司群炸开了锅，一个匿名账号发了长文，派珀是勾引已婚 CEO 的贱人，靠脸靠身体上位，恶心。紧接着是我将项目移交给派珀的证据，文字在声讨派珀，字里行间却全在影射我。几分钟后，餐厅门被猛地撞开，伊莱斯冲了进来，一脚踢开门挡。我以为你至少懂得体面交接，他怒不可遏，脸色铁青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你同意交接，就为了背后捅派珀一刀，毁他名声。奥黛丽，你怎么能这么恶心？派珀躲在他身后，哭得梨花带雨，仿佛遭受了灭顶之灾。算了，索恩先生，他哭得情真意切，我不要这个项目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，可是奥黛丽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不是我。我平静陈述，噪音过耳。我答应把项目给他，不需要玩这种把戏。除了你，还有谁有理由针对派珀？你真是个虚伪恶毒的女人，奥黛丽。派珀辛辛苦苦找到这家店，定好位置，你根本不配他的好意。他为了派珀，
怒发冲冠，顺手抄起旁边的盘子，狠狠砸在地上，瓷片四溅。12年的共同生活，他依然不信我的为人。我从包里拿出签好字的离婚协议。既然如此，我将文件推过桌面，30天冷静期也到了，这个不如也签了吧。我把辞职信压在协议下面。他冷笑一声，抓过笔，刷刷刷签下3个怒意淋漓的大字：如你所愿。然后他搂着仍在抽泣的派珀，快步离开。我坐在原位，看着他背影消失。看来这最后的纪念日晚餐是吃不成了。我低头看着凉透的意面，拿起叉子，一口一口吃完。吃完，我取出藏在角落的小行李箱，叫了车，前往机场。路上，我给伊莱斯发了最后一条信息，钥匙在客厅茶几上。我们两清了，别再联系我。然后我关掉手机，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。